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危机，以及理学是怎样应对这种危机的。在上期视频，我们说到，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都有着一条鲜明的演化和发展轨迹。打一个比方，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同一个趋于崩溃的生态系统，当这个系统遇到小规模危机时，原本的负反馈机制还可以调整和修复问题，整个系统还处在开放的状态。然而，当问题越来越多，系统丧失了应对问题的工具和资源，结果只能是用正反馈的方式不停地强化既有模式，甚至旧的模式越是失灵，越是要将其拔高到一个无比神圣、无所不在的高度，最后使整个系统丧失了灵活性，越来越陷入癫狂和失控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退行。我们说，一个人在遭受了创伤事件后，常常会退缩到更加依赖、恐惧和非理性的状态，他会减少对外部的探索欲和好奇心，会更加强化甚至是神化自己传统的价值观，拒绝反思，躲回那个最熟悉的母胎状态。他也会表现出更强的精神洁癖和控制欲，试图通过强化原有系统的纯洁和纯粹性来消灭一切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种对纯洁的追求和对异己的排斥，并不意味着这个系统的强大，反而是脆弱的表现。他不再有信心去面对一个开放的、复杂的世界，不再相信自己能与他者展开对话，只能通过建构一个自洽但却封闭的系统来让自己不崩溃。而宋明理学则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现象。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理学是怎样回应和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的。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正如我们上期视频所梳理的，尽管秦朝首次将秦制推广到了全国，然而要真正稳定地运行这套制度，却面临巨大的困难。从秦汉到唐宋，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制度和文化创新，使外儒内法的皇权制度变得日益牢固。比如汉代皇权为了避免秦朝被推翻的命运，将儒家思想神秘化、神学化，用虚无缥缈的神意和天意来取代真实存在的仁义，从而为皇权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和温情脉脉的外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皇权相对退缩的时代，皇帝往往要靠妥协来维系与士族的关系。然而，这种秦制的退缩是暂时的，在这个旧结构中，一个新的恢复皇权的力量开始浮现，那就是韩族将领对军权的掌控。到了隋唐时代，一系列巩固和强化皇权的显性制度再次成型，比如三省制度、科举制度等等。然而，尽管唐朝有这样多加强皇权专制的举措，却仍然没有遏制住政治衰败。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社会更是陷入了彻底和全面的礼崩乐坏，弑父、杀兄、篡位、政变等现象极度频繁。于是，从唐朝中期到宋代，我们能看到儒家士大夫们对时局的那种远超前代的焦虑感，他们提出了大量针对性的举措，比如更加强化儒家三纲五常的神圣和崇高，强化对皇权专制的推崇，和对异端文化更极端的排斥和消灭。然而，在那些诸如藩镇割据、夷狄入侵的危机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更加深刻的精神危机，就是士大夫阶层自身对儒家伦理和宇宙秩序的全面动摇。如果儒家士人们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那么任何外在的功利性的手段就都显得无用了。一个著名的代表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生活在唐朝中期，他目睹了唐代各种暴政对民生的毒害。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很容易感到他对时局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和痛心疾首。我们知道，在儒家伦理中，天道不仅是宇宙秩序的体现，而且是道德秩序的源头，是赏善罚恶的。天道的公正和神圣性源于它与民意相通。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当然是爱民的，而君主必须施仁政来顺应天命。然而，与一般的儒家士人不同的是，白居易不是简单地认为这些政治弊端都是违背了天道，而是对天道本身的正义性都产生了怀疑。例如，他在《笑陶潜体诗16首》说道：
为天不爱民，胡为生稻粮？为天果爱民，胡为生豺狼？就是说，如果上天不爱民，为何要养育人类？可是如果真的爱民，却又为什么放出这么多恶人祸害人间？接着，白居易进一步质疑神道是否公正。他说，孔子的一生颠沛流离，而像秦始皇这样残暴的人反而能一统天下。于是，白居易开始怀疑整个宇宙的秩序。他说，物理不可测，神道亦难量。举头仰问天，天色淡苍苍。白居易质问上天，然而上天却是沉默无言的。于是他感到一种对天道的幻灭。这就使白居易的思想深度还是超过了以往儒家士人的那种对具体事件的反思，而具有怀疑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还体现在这样一首诗中：莫惊宠辱须忧喜，莫记恩仇浪苦心。皇帝孔丘无问处，安知不是梦中身。我们知道，因宠辱而引发的忧喜情绪是儒家士大夫最为基本的情绪坐标。儒家伦理强调士人要通过参与政治、服务君王、治国平天下，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其中最重要也是最不确定的一环，就是能否获得君主的赏识。因此，得宠与失宠对一个士人的人格尊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由此引发的忧喜情绪，则是儒家士人无法摆脱的两种基本情绪。就连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也并不是真的要超越忧喜的情绪，而仍然是站在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立场上去表达自己的忧喜。然而，白居易则是把忧喜的道德基础也解构了。他不仅不再因宠辱而喜忧，甚至认为这些情绪本身就是虚假的，恩仇也无意义，苦心也无价值。接着，白居易表达了对圣人的质疑，就是皇帝孔丘无问处，安知不是梦中身。皇帝是远古时期的圣王，孔子是儒家圣人，他们都是中国正统秩序的象征。然而白居易却说，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虚幻的呢？这在儒家文化看来，是对圣贤极为大胆的亵渎。白居易的这种怀疑和迷茫，在中国历史的后期则越来越频繁和常见。在传统中国的小说和戏剧中，经常出现一种对个人或王朝，不论在创业和发家阶段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最终都不免化为尘土，烟消云散，回归虚无的悲叹。比如清代的桃花扇有一句名言，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更为著名的则是《红楼梦》的好了歌。这种虚无和绝望的情绪是与中国皇权专制程度的加深同步的。我们还是说回宋代，苏轼也表达了类似的虚无和怀疑。他曾经写道：宠辱能几何？悲欢好无垠。回视人间事，了无一是真。这里也鲜明地表达了对一切价值的怀疑和虚无感。然而，苏轼没有仅仅停留于此，他还提出了更加尖锐和危险的质问。比如，苏轼在早年和晚年针对春秋时期秦穆公以3位大臣殉葬的事情，就发生了巨大的思想转变。这里说一下历史背景，秦穆公是一个注重挖掘人才的君王，他曾经用5张羊皮换来了当时还是奴隶的百里奚，后来百里奚就成为了秦国的高官。在秦穆公的统治下，秦国汇聚了大量的人才，国力逐渐强大。按照中国传统的视角看来，秦穆公算是一个贤明的君王，然而他却有一个巨大的污点一直被人所诟病，那就是他临死前要求100多人为他殉葬，其中包括3良，也就是3个品行端正并且受到民众喜欢的官员。这3名官员死后，秦国人感到非常痛心和哀伤。《史记》和《左传》都对秦穆公持批评态度，认为这反映了秦国殉葬制度的落后和野蛮。但也有古人认为，这3名官员在生前和君主约定了同生共死，因此他们殉葬并非被迫，而只是履行和君王定下的诺言。早年的苏轼就有这种观念，在一首诗里，他说：古人敢一犯，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以古人。古人不可见，今人亦可伤。苏轼认为，不能用后来的道德标准去审视古人，他们的行为恰恰体现了忠义精神。3良的死亡不是被迫，而是心甘情愿地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
只是今天的人理解不了古人的高尚而已。然而在苏轼的晚年，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在这首诗里，苏轼说道：此生泰山重，呼作鸿毛仪，我岂犬马哉，从军求盖为。就是说，这3个人作为人的价值有泰山之重，为什么要死得轻如鸿毛？人又不是犬马，为什么要向君王祈求这遮蔽尸体的盖围？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古人对秦穆公的批评都是从君主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秦穆公让臣子们大量的殉葬，导致了秦国国力衰退，丧失了争霸的资格。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是如此，就是提醒君主要爱惜民力，注重民生，但这归根到底是为了保证君主的统治长久稳定。然而，苏轼的批评则是从人的价值出发，认为人不是君主养的牛马，君主的话语也有错误，大臣当然可以违抗。这当然严重地违背了儒家的君臣之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大胆和危险的了。因此，在中国文化面临着如此多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理学就应运而生了。理学和欧阳修、史界等宋儒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政治改革、颁布行政措施、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教育等等。在理学看来，这些东西都只是皮毛而已。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儒家文化自身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危机，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因此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革新，完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士大夫阶层自身产生了动摇。用官方的话术，就是要加强政治定力，确保政治信仰不变色，政治立场不动摇。那么，怎么加强儒家自身的思想建设呢？我们说，传统的儒家是一种世俗的功利主义，它不关心宇宙和世界的本体，而只关心现实作用，也就是治国平天下。我们看到孔子等人解释许多儒家的道德观时，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比如，为什么要讲诚信，要有仁爱的精神呢？因为这么做能得人心，能让民众爱戴你等等。这些策略或许有用，但却无法在世界观层面为士大夫阶层建立一种更稳定的信念系统。程朱理学则更看重怎样恢复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信仰，也就是使他们能信仰一种无条件神圣和合理的秩序。他们要回应的是中国文化的合法性危机，不是短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朱熹试图重建一个全知性的宇宙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天理秩序。在理学看来，天理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本来就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这与汉代董仲舒的那种儒家相比，可以说变得更加严密了。董仲舒所提出的天，是一个有情感、有意志、有好恶的人格神。人做了违背三纲五常的事情，就会受到天的惩罚，所以天是一个超自然的父亲式的权威。但这种解释更适合于道德劝诫和恐吓，他没有办法面对白居易的那种质问，因为他把这一套体系的合法性建立在外在的、偶然的原因之上。而朱熹的天理则是宇宙的本体结构，它无个性、无意志，也不是通过惩罚来吓人。相反，朱熹是在以一种看起来讲理的方式告诉你，宇宙本来就是一个有秩序、有内在结构的系统，而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殊。理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规则，是无处不在的秩序之源。大到江河湖海，小到一草一木，它们看起来虽然千差万别，但都共享一个本体，也就是天理，它们都是由这个本体化身而成的。所以，理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社会伦理的基础。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论证，这的确让儒家伦理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因为它让这套秩序脱离了经验和历史的偶然性，不再依赖现实效果。不过，这种思维是不是听起来很扯？其实我也觉得很扯。那怎么能达到这种状态呢？关键就在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的一段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就是说，一切的根本就在于诚意正心，格物致知。
也就是端正人的态度和认识。朱熹把《大学》的这段话提取出来，作为理学的纲领，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就是说一个人要学会从自然万物上发现天理的存在。很多人会把格物致知理解为通过观察和研究万物获得知识，实际上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后才有的认识，而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在17世纪的欧洲流行一种自然神论，比如牛顿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但在创造后，上帝就不再干预，而是让万物按照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规律运行。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推理、演绎和实验，逐渐发现隐藏在大自然中的法则和规律。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的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然而，理学则并不是让人去发现任何新的知识，也不是要人们去推理和思考，而是强调要靠对万物的体悟和感受，就可发现天理无处不在，进而体验到一种美妙的审美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与天道合二为一，从而感受到人融入宇宙本体的那种自由、愉快的状态。比如我们看朱熹的这样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水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现在看这首诗会觉得这就是单纯的描写一个自然的美景而已，我们也会觉得很美。然而我们对大自然的这种美感背后可能蕴含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比如自由感、渺小感、荒凉感、孤独感等等。我们也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奥妙神奇，从而被激发起对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情感。然而理学的那种格物致知本质上是一种命题作文，是要规范一个人的审美体验的。就是说你在面对自然时，必须感受到那种万物有序，一切都是那么浑然无间的状态，从而感到自己与天道合为一体。既然如此，那么个体就不需要再怀疑什么、批判什么。孤独感、一己感、焦虑感都是偏离天理的病态。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当你的人欲被消灭完了，天理就从内心中浮现出来。因此，理学培养的是一种精致的温顺心态，它把麻木和逃避巧妙地包装在一种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上。既然万物是那么的和谐有序，那么顺应君主所创立的礼法制度，接受一切现实的苦难也是理所应当的。所谓人于天地间，并无挚爱处，只要你领悟了这种境界，就能发现没什么阻碍你。但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按摩手段，也是一种麻痹自己的精神胜利法。正如我们在讲王阳明的那期视频所说的，自宋代以后，随着皇权的逐渐扩张，儒家士人的地位变得更加卑微。比如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在向皇帝谢恩时使用几十小臣这样轻贱的自称，他们越来越多的以犬马、虫子、老鼠自比。这恰恰说明了理学所提倡的那种春和景明、物态舒畅的状态本质上是相当扭曲的，是严重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感受的。这就类似于在朝鲜官方发布的影片里，每个朝鲜人都是那么热情十足、信心满满，没有任何的苦恼和痛苦。但在这种信心和热情背后，其实是一种相当深刻的压抑。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社会一种常见现象，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苦恼，他们感到身边的人似乎都能完美的适应秩序，并且看起来还很幸福。既然如此，那么自己感到焦虑，就是因为自己的内心太阴暗和肮脏了，总关注那些负面的东西，心胸不够宽广。这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个体一切的情绪的波动，都是个人道德修养不够的表现。中国文化习惯用一些很单纯的东西来隐喻理想的人格，比如水啊、玉啊、气啊，它们共性在于都是温润细腻的。水和气都是清澈透明的，也是不能维持自己形状的，因此它们也是最能融入万物，它们善利万物而不争，能够融入环境而不抗拒。这也是理学所最推崇的理想人格，那就是纯洁无瑕、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大公无私。然而，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诱惑和精致的规训。一个健康发展的人格，绝对不可能是一尘不染和干净的，而是必然有矛盾、欲望或者阴暗的部分，甚至正是这些东西才推动着一个人向前发展和探索。
如果一个人真的像理学所推崇的那样纯净、无欲、柔顺，那他反而会丧失边界和判断力，变成被权力塑造出来的模范样品。因此，理学走向崩溃和瘫痪也是必然的。他一方面强调天理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但他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却是刻板、封闭和单一的，结果是他只能使人一遍遍地复述圣人之言，闭目塞听。在这种状态下，阳明心学就应运而生了。与程朱理学相比，它看起来更加激进，更加充满玄幻神秘的色彩，但它实际上只是走向穷途末路的中国文化的一次回光返照。下期视频我们就来正式聊聊阳明心学。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